我叫玲珑，火图是我的姓氏。我出生的地方叫知火。我爹说，每一个降生在知火的族人都是先祖的恩赐，但族人们说，我的出生是因为我爹坏了先祖所有的规矩。我爹他叫虎图心，他会烙肉饼，但他揉的面会有些硬，拌的肉馅儿会有些咸。他还会把蔬豆磨成浆，但喝起来会带些渣渣。你吃过的，你没吃过的，他都会做。16年来，他从不落下一顿。能吃上我爹做的饭，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玲珑，起床了，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啊！玲珑，玲珑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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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偷跑出来的，我是看你昨天睡得太晚了，我不忍心叫你嘛。有什么比爹的担心更重要的吗？是，我爹的心最脆弱了，我可得好好保护着，不能给吓坏了，是不是？鬼丫头！不过我知道你一准上荣耀石了，是不是？我都这么大了，你不用担心这担心那的了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。可以照顾好自己，天都没亮，大人都不敢上山，地上湿滑有多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照顾自己呀？啊！你看，我是为了这个。这可是荣耀石上第一朵对着太阳开花的龟息莲，好看吧？嗯，好看。我要把它送给娘亲。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可以见到娘亲的日子。玲珑，爹，你站住！来，别跑！娘，你等我，今天我就能见到你了。话别说得太早啊！通过了通山组的测试，你才有资格进通山组，才能进宴席墙。别让你娘空等一场啊！绝对不会。哎，自从设立地火之誓以来，还没有人能全胜通过的呢。那是因为我还没去。哎，这话说得像我闺女。月鹿茸，竟然能找到月鹿茸！昨晚我看下雨就寻思，今天应该能长出点来。还说我呢，你不也是天没亮就上山了？少废话，趁热吃。怎么样，香不香？嗯，嘿嘿，不用想那么多啊，专心应付测试就行，不用有压力。就算没有全胜，通山组也会把你选上的。我要是没进，肯定是你的问题。嗯，教的不好。我教的不好？切，你不问问，当年你爹我在通山组的时候，通山灭火谁能比得上我呀？你娘当年能一眼相中我，还不是因为你爹我有本事？你之前不是说，是因为你长得最好吗？不矛盾啊。
爹。啊？那个时候，我娘到底为什么要进墙里？族人们都说，他们都懂什么呀？他们就是群土泥鳅，他们就是嫉妒我娶了你娘。你的命就是你娘的命，知道这个就够了。可我已经不再是小孩了，你应该告诉我真相了。爹给你做的新衣服，好看又好用，穿上它肯定能够战无不胜。嘿，拿去。爹，穿上它，通过我测试，自己进去看看。如果见到你娘，替我问问她，当年她为什么要去。我爹说的那天，是我出生的那天。我娘要去的地方，是之火仙族铸造的焰息墙里。焰息墙里，是曾经毁灭了一切的地火，那是这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，之火仙族的禁忌之地。只有被选入通山族的最英勇的族人，才有资格踏足。我爹当然是通山族的人，但我娘，她甚至都不是个之火族人。那天，我爹坏了所有仙族的规矩，带着我娘，穿过了焰息墙，踏入了地火之中。地火将之火的人间变成地狱的日子，大约是在500年前。只要穿过焰息墙，就可以回到那一天，亲眼看见那仿佛凝固了500年的末日浩劫。地火的由来没人说得清，我娘的身世也一样神秘。那天从墙里回来的，只有我爹和我。族人从没祝福过我爹和我娘的婚事，也没有祝福过我的出生。我爹曾是最勇敢的之火人，带着通山族熄灭过无数火脉，但是在那天之后，他再没有踏入过焰息墙。他似乎忘记了一个之火人守墙灭火的使命，也忘记了我娘。但我没有。16年来，我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一天，加入通山族，进到焰息墙里熄灭地火，找到我娘的秘密。就是今天，我会通过地火之誓，火屠氏将再次成为通山族的英雄，在荣耀石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火中永生，火中永生。都认识吗？夜石，蕴含了无穷能量的夜石，它曾是我们之火族的宝藏，是我们之火族昔日繁盛的基石。但它也是毁灭之石，是地火500年都不能熄灭的原因。这些夜石就在我们脚下山中。之火的地界里布满了夜石的矿脉，而我们之所以今日还能存活，是因为我们的先祖牺牲了他们的生命，建起了焰息墙，切断了地底夜石的矿脉，把地火牢牢锁在了墙里面。作为后代的我们，绝不能躲在先祖的违纪下苟且偷安。真啰嗦！熄灭地火，需要探明所有夜石矿脉，一条条的切断它们，直至把最后一块夜石从地底挖出来。到了那天，地火将会被真正熄灭，这就是我们之火族人的使命。火中永生。你们可知道，这是最危险的工作，也是最荣耀的。就他还有资格参加地火之誓？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输给那个怪种的。玲珑姐姐，有你在，我们绝对不会担心的，是吧？
好了，那就用地火之势来证明自己。记住，地火之势没有规则，活着熄灭地火就是唯一的准则。但是，你们的每一个判断、决定、动作，都将会决定你们在今日是否能获得加入通山组的资格，进入宴席墙，完成先祖未尽的伟业。准备考试，都跟我来。我们要去证明自己，要把自己消灭他，指导我们。玲珑，过不过都没关系，爹在家做好吃的等你回来啊。我一定会过的。好，去吧。规则我只说一遍，因为地火不会给你们第二次机会。以鹰眼峰为中心，方圆5里为界。在狭长错落的谷底之中，你们随处都可能遭遇伏火粉模拟的地火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判断火路，阻隔地火，摧毁火眼。凡身体被伏火粉沾染过半者，即被视为焚者，即刻出局。走啊！怎么不走了？我们真的要跟着他，会遭厄运的。嘿，别胡说！小心！不用谢。不愧是玲珑姐姐，火图家的孩子，怪不得我爹常说，你爹以前在通山组的时候，连断18条火脉，连一根头发都没烧着。你爹还说什么？我爹还说，可惜啊，可惜。别分心，还没完呢。看到那边没有？每一条火脉都指向那里，那里一定是个火眼。说不定我们这次还会赢呢。你爹没说过，火图家的孩子一定会赢吗？今天我们仨就摧毁火眼赢一次。夏灵队又灭了一处火脉，鹰眼峰东侧火脉已灭数半，2队皆无粉城。这几个都是好苗子呀。还没有出现焚者，都机灵着呢。尤其是玲珑那组，简直啊，又快又准。没准今天都能活下来。你们几时见过地火如此友好？哼，换火路图，用焚者之环吧。
脉闭合，我们就被困住了。快走！走啊！走啊！哇什么呀？赶紧走！幸亏你有先见之明，偷得2颗凝尸丸。吓死我了，差点就没了。我听我爹说，那个叫焚者之环，如果被困住的话，肯定就必死无疑了。我爹可没说过这样的话。保命要紧啊！我们已经灭了不少火脉，摧毁火眼简直太难了。反正以前也没人赢过地火之士，只要能拿到通山组资格就行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赢。又来了，这次好像更多。地火之势没有规则，没有规则吗？你们俩听好了，一会儿你们只管躲，千万不要靠近任何一条火脉。保命第一，我们一定能赢的。好，啊，那要是夏琳姐姐灭的比我们多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因为我在。你去哪儿？灭火。玲珑，你不和你的组员待在一起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熄灭地火啊！你想怎么做？因为你才是这个地火的真正源头，所以控制了你，就能熄灭整个地火。试试看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你说过，地火之势没有规则，而真正的地火也一样，只有熄灭它，才是唯一的规则。可是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焚者。如果有机会能够熄灭这燕西墙内所有的地火，你还会顾虑自己的生命吗？这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通山组员应该做到的，不是吗？玲珑，恭喜你，你是第一个完全熄灭地火的人。但是，你不能获得加入通山组的资格。永远不许进燕西墙。我跟几个长者都已经商量过了，已经做出决定，也派人通知赤方了。就算他通过地火之势也不行。他不会通过的。黄东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知不知道，
这对玲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，这对你们父女和族里都好。当初就是你不顾族里的规矩，贸然娶了个外族女人，才惹出这么大的祸事。我们再不能冒这个险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还不放过这事儿啊？玲珑，毕竟有一半的外族血统，一旦他进了墙，触怒了祖灵，不知会惹出什么事儿来。他怎么会触犯祖灵？你告诉我哈，他姓什么？姓火图。祖灵见他高兴都来不及呢。我们家是火图家，伟大的知火先王火图克的姓氏。我不住口！亏你还记得，火图是伟大的先王姓氏，可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变成什么样了？为了一个外族女人，连知火人的本分都不要了，退了通山族，成天就躲在家里伺候一个女儿，你还对得起你的姓氏吗？哼！这事儿一定没得商量。火图心，族长，玲珑回来没有？玲珑，发生什么了？她没被选中，情绪有点低落，又和夏灵吵了几句，我怕她。玲珑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跟你们都没完。哎，火图心，玲珑她灭了所有的火脉。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？我跟他说，玲珑一个人灭了所有的火脉。你用了焚舍之环？嗯，用了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爹，你的名字以后会被刻在荣耀石上吗？我吗？我可不在乎这个。可是我想，自从你第一次带我来这儿，给我讲荣耀石上先祖们的故事以后，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了。哎。爹还有好多故事没跟你说呢，下次我们去白林，爹给你讲一个神鹿猎人。他们不让我加入通山族，是不是因为娘的事？切，当然不是，骗人都不会骗。你以为你今天抓到了地火之势的破绽，你就领悟了他的真谛了？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有人会赢。所以啊，从来就没人赢过，因为他考的不是输赢，而是生命。地火燃起来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先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建起燕西墙。你以为是为了什么？他们可不是为了牢牢地锁住地火，更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荣耀石上，他们是为了墙外的人更好地活着。就算是最睿智的先祖，也没法告诉我们哪一天地火才会熄灭。可如果每一个知火后人都像你一样，只是为了输赢就不顾一切地往火里边扑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我们知火族将后继无人，没有人能够补上燕西墙的缝隙。总有一天，地火会冲出，燃烧到知火之外的整个锁川大地，那
才是真正的灾难。地火之势，就是通山祖的第一课。他教你啊，比起熄灭地火，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祖训，所以你今天输得一点都不冤，怪不得别人。可是，你说的跟赤方叔说的一点都不一样。赤方他懂什么呀？切！你爹我要是还在通山组的话，这组长的位置哪轮得上他来坐？歪理。哎，我今天就对着荣耀石上的所有先祖跟你发誓，你爹我说的没有一句是编的。嗯。你知道，你娘亲，她不在宴席墙，她在你心里，和你在一起。我懂了，爹。我还想再待一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天都快黑了。爹。好，行，就待一会儿啊。嗯。我走了。嗯。哎，那你别等天黑了再下山啊。好。喂，家里的饭你别等凉了。没找到，找过了没有？你也别太着急，咱们村子就这么大，玲珑她跑不远的。哎，你去干什么？我自己去找。你去哪儿找？这么多人，不比你管用啊！你们不会帮我的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这大家谁没在帮你？谁也不希望玲珑出事。
他肯定是去宴西墙了。宴西墙？都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宴西墙啊！跟我来。组长，你不怪玲珑了？行了，现在是说这话的时候吧？世子儿，你说，咱们什么时候能是个头啊？别说废话了，下面还没有人呢，去下面守着。这大晚上的，谁没事吃饱了往墙里蹦？你那是不是还有酒？再喝点儿。哎，等等啊！你看，人呢？哎，组长，这怎么了？大晚上的，玲珑进去没？有没有人进去过？应该没有。什么叫应该呀？我不知道。玲珑真的进去了，里面的火脉变化无常，要是没有通山组的火路图，他根本到不了燕宫。你忘了地火之事了？哎，虎图心。你比我想的要快呢。那正好，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天已经黑了，我们改天再来吧。你又骗人！玲珑，爹，我应该再也没有机会来这儿了吧？我答应过娘的，我就是想去看看她去世的地方。我一直都想知道，都想知道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娘当年也是这样看着我的，求我带她来这里。我和你娘亲在一起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每一个瞬间，对我来说都是最美好的回忆，无可替代。但只有那一次，是我后悔了无数次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的。我做梦都希望当初自己不那么选择。玲珑，你现在是爹最重要的人，我不希望自己再后悔一次。那，你可得跟紧我。玲珑，站住！玲珑，玲珑。玲珑，玲珑，你在哪儿呢？
玲珑，玲珑，你快回来啊！危险呐！玲珑，玲珑，玲珑。 玲珑，玲珑，玲珑，小心！爹，坚持住！爹在呢。来，玲珑。 组长，那是什么？夜空怎么发光了？这光是啥啊，组长？这是祖灵发怒了！组长，速度快啊，组长！小心！ 杀了他！住手！ 是爹啊，玲珑，你醒醒啊！住手！
不要伤害他！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他，他也不会伤害任何人。认得我吗？他是你的父亲吧？你不该伤害他，你可以治好他的，对吗？给他披上。林龙，林龙，没事，没事。那个怪物呢？都小心点儿。那可不是怪物，你们不用害怕，更不应该伤害他。你们需要敬畏他，因为他是你们的神主。神主真的从未离去。问题。宣飞天，君上。你又启动过立法盘了？我准备好了，来昭都朝拜的王侯们，明日即可召见。他们都已经离开了。离开？是臣让他们离开的，为了保护君上。我可以应付他们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君上，你有没有仔细想过，这些王侯们有多长时间没有来昭都觐见君上了？多久？我都已经想不起他们的样子了。那他们为何又突然都跑过来要觐见君上呢？他们想看看我是否还能在这王座之上。君上打算如何应对？他们会看到真正的源氏血脉，
我是神选之王，是不可取代的。君上的意思，莫非就是要用这历法盘上的把戏吗？你当这是把戏？这是上古诸神的遗迹。君上你自己也说了，这是遗迹。神主已经陨落了100年，杳无踪迹。即便回到了上古宿川，神主那也是真假莫辨的传说。君上，国之盛，靠的是人治，不是神赐。那不是传说。元氏先祖曾与神主并肩作战，将恐怖的虚鹰禁锢在地底，一统了这片曾经充满蛮荒和杀伐的大地，一次又一次赶走了入侵的强敌。是他们共同守护了宿川1000年的安定。君上，所以你要好好打理你整个王国，不要让祖先的基业流落到别人手里。我好好打理。100年来，诸侯分歧，我的政令推不出昭都半步。如今宿川要的不是勤政，却寸步难行的君上，而是真正的神佑之王。君上是元氏王族最后的血脉，只要我飞天和月灵一族还在，就没有人可以威胁君上和昭都。臣先退下了。你真的不相信神主吗？此时此刻，神主不在这儿。神主真的从未离去。快去找姨婆来！不用了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的事儿，谁都不许跟玲珑提。族长，那个怪物是不是火妖啊？瞎胡说什么？是妖怪你还能站在这喘气儿啊？赤峰，哎，你也跟着去看看。好。哎，那族长，这个咋办啊？闺女，你可不能有事。爹当年可答应过你娘，好好照顾你。霍都心，开门啊！有什么事儿别自己担着，大家都能帮你。开门啊，霍都心！干嘛？玲珑没事吧？他没事。啊，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胡说什么呢？玲珑要休息，你们别来打扰她。哎哎，霍都心，霍都心！喂，你谁呀？你不是我们知火的。
我迷路了。姑娘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婷婷。平婷。玲珑，爹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噩梦，梦到我伤害了你。切，傻丫头，你看爹现在这样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好像是梦，好像又不是。对不起，景儿，玲珑出生那天，我没能赶到你的身边。侯督宪，你老婆要生了！生了，快去吧！别生活都去了，快去吧！哎，你跑什么呀？怪物！你们家有怪物！喂！为什么一定要去啊？那宴席墙里地火肆虐，可危险了。而且宴席墙是不让外族人进去的，这是自打先祖建起宴席墙就定下的规矩，从来没有坏过。你不是坏了一次规矩，娶了我吗？那不一样。景儿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一定要去？如果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我可以跟族人解释。你不用担心害怕的。等上了燕宫，我就告诉你。燕宫是禁地，里边更危险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，而且还要带着孩子呢？为了我，也为了他。你相信我，到了燕宫我就告诉你。走吧，小心。景儿，我们离燕宫入口不远了，要更小心些。慢点儿。
今后用得着。啊！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！这个是给他的，他今后用得着。你早就知道，是不是？行了，知道你请了，别装睡了，先起来把这碗面条吃了吧。每次闯祸都这样。恶魔呀，啊，香不香？馋不馋？我就不信你忍得住。爹，哎，你继续装啊，你不能忍住啊，你继续装睡啊。爹，我都这样了，你不舍得罚我了吧？你先把肚子填饱，吃饱了再好好想想怎么跟你爹我解释。这不是娘的项链吗？先把面吃了。
我吃完了。你要骂要罚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头埋那么低干嘛？不敢看我？头抬起来。鬼丫头，把爹担心死了。还好你没事。这项链，你娘生前一直戴着，直到最后一刻，才把它留给了你。你没进去，就让这项链替你娘守护你吧。我就知道，我爹不舍得骂我。别跟我来这套，每次都这样。那你不还每次都这样？我怎么样啊？你是真的不打算告诉我昨晚的事儿了吗？又想逃避？昨晚的事儿就跟娘的事儿一样，你会永远把它烂在肚子里，不再提起，是吗？玲珑，你还小。我不小了，爹，我能够看懂他们看我时那种异样的眼神，就像是我身上背负了全天下所有的罪状，但只有我一个人看不见。玲珑，你瞒着我，只会让我更想知道真相，然后去做更危险的事儿。你还想看你女儿去冒险，然后受到伤害吗？爹不想。那你就告诉我，昨天晚上我被地火烧了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？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哦，我好像记得有一个男孩，他是谁？你不认识那个男孩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我还在想该怎么问你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呢？嘿嘿，搞半天你们不认识，嘿嘿，不认识就好。哎呀，白担心了。嘿嘿。君上，大祭司，如果神主在这里的话，彼生柱真的会发出光亮吗？上古之时，在每年的彼生仪式上，神主都会承上天众神之意志，通过彼生柱广布众神恩泽。那时他会发出通天的光芒，宿川各地的彼生柱都会与其共鸣，将众神之光传递到每一个角落。那时，宿川的天空可是无以伦比的壮美啊！可众神到底能不能听见我的祈言？为什么神主不再为元氏降临？元氏乃神血王族，君上至今仍坐在王位上，那就是神主还存在的证明。神血王族，也许神主在等待一个伟大的君王吧。
君上，16年前，有一个地方的毕生柱曾经亮过一次。真的？嗯。虽然派出去的人没有带回任何结果，但是我相信，那应该是神主给了我们一些讯息。我一定会寻到你的。说吧，你是什么人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那个女孩，她怎么样了？你认识玲珑？是啊，从上古时候我们就相识了。胡说八道！你说清楚，是指那个怪物还是玲珑？怪物？是啊，是你们不认识他，你们已经太久没有见过神主，已经不能辨认他的形貌了。你是说，那个怪物就是玲珑？要是让火图新听到这小子的胡言乱语，非揍他不可。赤发，你怎么看？有些古怪，但和当年的事情，火图新身上古怪的事儿还少吗？我看啊，只有火图新自己才能说清楚，这次啊，他躲不掉的。16年前他都没说清楚，今天他会说吗？我看这个人不能留。也好。族长，族长，别着急，什么事慢慢说。师仔，师仔他死了。玲珑姐姐，玲珑姐姐，嘘，新叔，玲珑姐姐没事吧？她没事。那就好。来，哎，你看没看见他们带回来一个外族男孩啊？我没看见，不过我爹提过石牢，里面好像关了个陌生人。唐苗，能不能给火图叔帮个小忙？当然了，我有事想要问问那个陌生人，你帮我把你爹引开一会儿。为了玲珑。好。你是在等我问你问题吗？你就没有想问我的吗？现在小孩怎么都那么多心眼儿？我女儿让我问你是谁，但是我一点儿都不想知道你是谁。我不光不想知道你是谁，你想干什么，或者你又知道些什么。相反，我想让知道这些东西的人通通消失。
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任何事情。你想干嘛？等一下！好歹你也救了我女儿，也算是个恩人吧。但是我们族长可不会这么想，以他的为人，你早晚会被扔到火坑里面去。想活命的话，跟我来。等等，你等一下。行了，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。你真的不想知道真相？你不是说了吗？玲珑是神主啊。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只知道玲珑是我女儿，其他一切与她无关。还有啊，回去管住你的嘴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这个用不着你担心，我会走的，但是你们要跟我一起走。跟你走？凭什么？凭我救了你，救了玲珑。凭如果玲珑再次变身，整个苏川只有我能保护她。你的族人们已经知道了玲珑就是那个怪物。以你族长的为人，你们还能在这里待下去吗？你告诉他们了？500年来，神主第一次见你女儿的身体重临苏川，应该是件普天同庆的事。不管我女儿身上发生了什么，那都是我们家自己的事情。你给我马上离开这儿，再也别回来，听明白了吗？让我带她走。她不属于这里，不属于你一个人。小子，你记住我的话，你要再敢打玲珑的主意，我把你们全家烧成渣。那你得先知道我是谁啊。作为一个知火族人，恐怕你这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里半步吧，更别提带玲珑出去了。那又怎么样？那就请你好好听听我说的。你以为你们知火族人隐在这偏远的山区里，默默无闻，玲珑就能带着身上的秘密，平安无事的生活下去了吗？就在昨晚，燕宫外的比生柱可是亮了，你也看到了吧？16年前，燕宫外的比生柱也曾亮过一次。玲珑就是在那天出生的吧？你是花了多大的心思才瞒住了这个秘密啊？虽然昭都最终把它当成一次误报，但是同一个地方的比生柱被点亮2次，你觉得你还能瞒得住吗？比生柱是什么？那道光跟玲珑有什么关系？你终于想知道了？别废话，快说！我会告诉你，但是你现在一定要相信我，让我带她离开这里，因为玲珑随时都会有危险。什么危险？看见那个闪光了吗？那是外面的人用来报信的玄晶。我猜，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，绝对不止我一个。玲珑，再让我看见你，我要你的命！想一想，要是伟大的元突帝君现在会怎么做？喂，就知道我爹改不了，答应
以我要问你真相，结果又是这个样子。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我叫玲珑，那你叫什么？元一，我叫元一。元一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是刀伤，刀，不是那个怪物，不是之火的刀，不是。500多年了，之火肯定要发生大事儿了。你谁呀？玲珑呢？爹，我就是玲珑啊。我问你，玲珑呢？爹，你怎么不相信我？我能变成那个样子，当然也可以变成这个样子了。爹，你喜欢吗？昨天你也在。天上那个东西是不是你放的？看来你不傻嘛，眼睛也挺好使的。你女儿有危险。这是她的吧？玲珑，想找她，跟我来。